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值得一直喜欢吗？真的好喜欢他，但看到网上一些言论，又怕。如果有人喜欢琪琪，我作为老粉也是很欢迎新果果的加入的，但请你不要用3分钟热度的爱去喜欢他。如果喜欢，希望可以一直爱他，对他始终如一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可如果决定不喜欢的话，只要不会伤害他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都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喜欢琪琪真的是需要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。说说我自己吧，喜欢琪琪已有7年之久。那种看到喜欢的人被无缘无故的黑、被骂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，无力辩驳的感觉，我太懂了。所以如果是特别玻璃心，受不了一丁点委屈和刺激的人，就需要慢慢的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，不然心真的会很累。需要清楚的是，爱一个人本就是要包容他的缺点，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，何况喜欢和爱从本质上就不同。喜欢一个人会为他而笑，爱一个人却是为他而哭。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希望能够得到他，爱一个人却是希望他能越来越好。喜欢是索取，而爱是付出。喜欢是执着，是肆意，是不拘，而爱却是隐忍和克制。况且我认为爱一个人没有值不值得，只有愿不愿意。只要愿意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爱我所爱，行我所行，听从我心，无愧于心就好了，管别人作甚。下面放几张琪琪的照片给大家欣赏一下。看了程毅在帝舵晚宴上接受的媒体采访，你就会知道这个演员入股不亏。程毅在回答记者提问作为演员做过哪些敢为的事情时，他的答案是表达和坚持自己，不断突破自己，遇到困难不退缩。他是走好每一步，打破自己，重塑自己。乍一听，似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咱们琪琪的回答也都是中规中矩，并无出挑之处。但我在听他回答的同时，心里却在替他过着另一种答案。他的岗位是在很多年轻演员都在摸鱼式的演技里用心琢磨，不厌其烦地和剧组人员探讨、分析，不满意的一遍遍重来，以求完成最好的表达。在网上很多人诟病他的台词时，他相信自己的理解，台词的表现方式要契合角色的状态，所以能不被外界声音影响，顶着众生嘲讽，沉默地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选择。他敢于在28岁的高龄突破身体的极限，练成空中一字马，来完成《怒海潜沙》的拍摄要求。莲花楼最后一场戏能克服恐高心理，那么高的悬崖，替身也不用，吊着威亚纵身一跃。他敢于不炒真人 CP， 哪怕因此独自面对长达1年多的大型网暴，咬紧牙关顽强地一步步走出来。这就是遇到困难不退缩。他每演一部戏就完成一次自我审视，敢于自暴其短，然后从角色身上撷取一部分自己原本没有的特质，因此日渐变得美好丰盈。这就是打破与重塑。他还敢于发丑丑的自拍放上微博，一笑大方，没有偶像包袱，只为呈现内娱活人的真性情。为了不让粉丝浪费钱，杂志敢限量限购限 ID， 哪怕完成不了秒切会被黑子群嘲。在一2线明星拍戏现场人手一部房车的当下，他却不要房车，自备小马扎，永远候在第一现场，随时等候召唤。要知道，在各种规则风行的圈子里，最安全的自保方式就是加入规则的运转，否则就会被目为异类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而他敢于打破规则的运转，在内娱创立自己的生存法则。相信主持人在提问的时候，程毅心里也会略过这些答案，但他选择不说，因为他的谦逊低调，
不喜欢卖惨，也不爱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虽然明知那些有故事、有梗、煽情的答案会为他赢得更多的喝彩，也曾听人诟病程毅没什么个性，场面上表现不够大气，采访说来说去那几句少有金句输出。我却觉得他这是在把自己藏起来，而他藏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来找。那些知得少、探得浅的人，自然就失去了兴趣。但有些窥一斑而对全报感兴趣的人，则自己会去寻找。这个过程就像游园，看到入口处一只横斜水清泉，被这一类审美吸引，进入园林寻幽探胜，结果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每一个拐弯都有不同的风景。不断发现它反差感的过程简直太有趣，不知不觉中已入了百花深处。寻找的过程也是彼此筛选的过程，发现的过程也是用心的过程，最后互为知音，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玫瑰，完成了对彼此的驯养。内娱不是好奇程毅因何满门中意吗？这也是原因之一。看过很多采访，自己也做过不少采访，发现很多金句迭出的人，实则内里空虚，故用金句武装自己。文章写出来很燃，很好看，但经不起推敲。相反，像程毅这样，采访内容平时不故作高深，但都是在真诚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，往往能让有心的听众有收获，被治愈。其实年轻时他也是个显眼包，乐于表现自己。在经历年龄增长和世事打磨后，他变得静水流深。就像他的帅与美，也是藏起来的。乍见他，五官可能并不具备强烈的冲击力，但是耐看。他的美，就是中式美学里最推崇的留白和余韵，带着层次感和丰富性，是可以一再深究与回味的。他的藏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演员的神秘感，以便于更好地服务于将来的角色，也就是传统文化中讲的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那些 get 不到他的人，无需多言，只要看看那么多看透世事浮华的大龄小姐姐为了他初恋追星，就已经证明了他的不同凡响。网上的言论会很伤人，我是粉丝，我很明白这种感觉。程毅算是血雨腥风体质吧，哪怕他安安心心拍戏，什么都不干，都会有人来骂人。据我所了解的，他的所谓黑料，一是之前宣传电影的时候被人恶意截图，二是之前非主流已经剧里形象的照片比较丑，还有最后一个云歌会事件。这些可以去了解的，是真是假都有迹可循。但是如果真的粉上程毅的话，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灵，因为真的会心疼他，他不会卖惨，人也非常好，只是一心一意喜欢拍戏，但是总会被人骂，这些我们粉丝都没办法。他所在的公司不会管他，只会尽全力压榨他的价值，不管被人恶意黑成什么样子，公司都不会管的。他一共告黑了2次，一次是因为之前的3张事件，他提前发出声明告诉粉丝别看，别害怕。还有一次是因为他的粉丝被人欺负才会发声明，告诉粉丝他来保护我们。如果喜欢琪琪，我们奇异果很欢迎你如果决定不喜欢的话，只要不会伤害他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